我们的军队正在逃亡。这是5月9号胜利日当天普里戈金的又一则重磅消息。此时，俄罗斯总统可能正在莫斯科红场的胜利日演讲中集结他的士兵，而在巴赫穆特前线，俄罗斯的第72摩托化旅却正在忙着放弃他们的阵地。这些即将占领巴赫穆特的俄军为何突然开始溃逃？咱们接着往下看。根据不同信息来源的公计，截止到2023年5月，该战役已经造成了约3万至6万人死亡。目前巴赫穆特战役仍在进行中，双方都没有表现出停火或者谈判的意愿。对于俄军而言，经过10个月的艰难拉扯，目前瓦格纳已经占领了巴赫穆特95%的区域了。只要再拿下最后一块地盘，就能将乌军赶出这个后勤枢纽。对于这座城市的未来呢，许多人在早前1个月就下了结论：乌克兰人恐怕守不了多久了，这座城市即将被瓦格纳占领。但就在几天前，关于巴赫穆特的战况却出现了波动。先是普里戈金突然发视频表示，俄罗斯军方承诺的武器和弹药目前只提供了1/10，如果军方不能及时的补充弹药和武器，瓦格纳一定会撤离，即便撤出巴赫穆特，将会被视为叛国。俄罗斯国防部呢，显然不想放弃进攻，听到普里戈金喊话之后，就迅速行动，交付了瓦格纳所需的弹药，希望瓦格纳安稳地将巴赫穆特攻下来，最好呢是能在5月9号胜利日当天拿下此地。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这还没2天，巴赫穆特又出事了。守在巴赫穆特侧翼的俄军第72摩步旅居然放弃阵地逃走了，在战场上留下了2公里左右的空白地带，而这块地区呢，则是瓦格纳雇佣兵血战多日，付出了500多人阵亡的代价才拿下来的，并且为了补上72旅溃逃的缺口，瓦格纳同样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而乌克兰方面，亚速营创始人安德烈·比列斯基也在不久后证实了这一消息。此前呢，在亚速营基础上扩建的第3突击旅在巴赫穆特外围成功击溃了俄军第72旅及周边的瓦格纳部队，收复了3×2.6公里的区域。在这次行动中，第3突击旅摧毁了俄军的第72旅的2个中队以及瓦格纳的第3突击中队。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俄军的溃败过程。其中呢，这个被击溃的72旅是俄军在2022年8月新组建的部队，作为俄军第3集团军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主要由哥萨克志愿者组成的新编队。由于都是新兵，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出色，在其成立1个月后呢，也就是2022年9月，就十分倒霉地遇到了乌军发起的哈尔科夫大反攻。部署在当地的俄第3集团军自然也出现了不少减员，这其中呢就包括这个第72独立摩托化步兵旅。随后该旅的幸存人员又被重新部署到尼古拉耶夫州，但很快又在去年10月乌克兰南部反攻期间受到重创，随后就失去了这支部队的消息。不过可以确定的是，2次战败的72旅士气自然是十分低下。这时候呢，其实大兵还是有些疑惑的。毕竟此前俄军明明表示自己派出了精锐的 VDV 部队来支援巴赫穆特外围了，这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新兵72旅呢？这里大兵个人推测应该和近期的乌克兰大反攻有一定关系。此前呢，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都已经传出了乌军小股部队进攻的消息，在这个关键时刻，俄军很有可能会调动精锐部队前往，以防再度出现去年伊久姆的事件。但巴赫穆特这个重镇呢，也不能直接放弃，于是俄军便只能将战斗力较弱的72旅送往巴赫穆特外围，不说帮助瓦格纳推进，只能期待其能打下手，防御一下乌军。但是巴赫穆特现在呢有多惨烈，我们也是知道的，让这样一个士气低下、战力弱小的部队前往，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来到这里后，他们除了要应对乌军的突击之外，还要防备海马斯的点名，日子过得十分凄惨。视频中这支正在溃逃的俄军正是72旅成员，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身上并没有任何反坦克武器，而身后呢就是在坦克的掩护下配合进攻的乌军步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只能撤退，而俄军防线后的部队也遭到了乌军的打击，最终不得不溃逃。乌克兰军方报告说，在这次的行动中，第3突击旅的攻击小组消灭了64名俄军，目前正在核实有关消灭另外87名俄军的数据。此外呢，乌军还抓了5个俄罗斯俘虏，并摧毁了敌人几个弹药仓库、迫击炮和不止1辆的步战车。而对于这次72旅的溃逃，一名活跃在巴赫穆特地区的瓦格纳指挥官认为，
第72旅的撤离的原因，除了士气之外，还有就是该部队和瓦格纳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沟通问题，最终导致其直接选择逃走。而由于侧翼的失败呢，在巴赫穆特，瓦格纳面临被包围的严重风险，其侧翼已经对乌军敞开了，俄军防线的完整性也遭到了破坏。如果乌军能够利用好这片收复的土地，就能够从外围反向包围瓦格纳部队。也难怪普里戈金说出如果我的瓦格纳垮了，乌军能一路推到罗斯托夫这种话。原本大兵还以为这只是他对绍伊古能力的质疑，谁知道说的居然是实话。对于此次72旅的溃逃，普里戈金直言这等于是叛变了俄罗斯，同时他又一次要求国防部提供足够的弹药，否则就撤出阵地。而俄罗斯第72旅呢，在巴赫穆特的后撤，也恰恰说明了他们的军事素质甚至还不如瓦格纳，难以适应当前巴赫穆特的战斗节奏。除此之外呢，此次72旅不打一声招呼就走的事情，也暴露出了瓦格纳和俄军正规军之间的矛盾，这也是目前俄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除此之外呢，为了阻止俄军在巴赫穆特的进攻，乌军还在此地投入了大量的海马斯，以点名城市西部高楼的方式来使得俄军无法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另外，关于海马斯值得一提的是，乌军呢已经构建了以海马斯为核心、以情报为导向的强大纵深打击能力。自战争伊始，乌克兰就获得了西方卫星的情报支持，同时在俄战区内部不仅活动着乌克兰特工，还有大批的乌克兰民众的支持。这些渠道呢，都能够为乌克兰陆军提供宝贵的俄军纵深目标的信息，从弹药库和交通枢纽到新兵营和炮兵阵地，无一例外都成为了海马斯的狙击目标。据统计，到去年年末为止，乌军已经通过卫星图像和民间照片发现了俄军至少50个大型弹药库，海马斯也是因此而一战成名。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乌克兰呢再度发现了马基耶夫卡的一个俄军新兵营，举行新年晚会时发出的手机信号，随后而来的就是海马斯铺天盖地的打击，最终火箭弹引爆了新兵营旁边的弹药库，导致数百名俄军阵亡。而对于乌军的海马斯打击链，俄军呢却没有任何方法反制，他们既不能摧毁西方的卫星，也不能切断星链的通讯。虽然后来俄军又研发出了所谓的白纸系统，以期待能克制乌军星链，但这顶多呢也就是让海马斯受到干扰，而使其脱靶，并不能主动出击，真正的消灭海马斯的威胁。除此之外呢，在这场战争中，乌军在态势感知和协同打击方面还有着诸多出彩之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融合了多项民用信息技术的数字化游击炮兵。首先，乌军步兵会广泛地使用商业无人机进行前沿侦察，在发现俄军目标后，通过星链保障的数据链将目标位置传输给己方炮兵。炮兵利用 GIS 手机软件整合坐标信息，组织若干火炮进行精确射击，再根据无人机传回的炮弹落点画面校正射击参数进行第二轮打击。这去中心化的炮兵有诸多优点，第一呢是反应速度更快，捕捉战机能力强，从发现到摧毁的时间间隔小，避免俄军目标提前转移。二是打击精度高，消耗弹药少，对于炮弹紧俏的乌军来说呢意义重大，而且能做到火炮位置分散，最大程度地规避俄军的反炮兵火力，并且时常能靠探测距离更远的美制反炮兵雷达短暂地压制俄军炮群。正是凭借着炮兵部队的杰出表现，乌军呢得以在拉锯战中高效地消耗俄军力量。而且由于俄军的战线拉得实在是过大，而且前线防御工事和伪装较为简陋，使得大量的堑壕火力点、散兵点以及停放的装甲车和火炮等重要位置纷纷暴露在乌克兰无人机群的面前。此时呢，乌军分散的炮兵就能够以稀少的火炮对俄军造成最大伤害。最后，我们再来说回巴赫姆特。我们都知道，这座顿涅茨克地区饱受摧残的城市经历了迄今为止战争中最激烈的战斗。为了突破乌军防线，俄军更是大规模使用了温压弹、燃烧弹和铝热剂燃烧弹等武器，对乌军阵地进行了覆盖打击，整个巴赫姆特化为了一片火海。其中呢，俄军在这次攻城战中还使用了最新一代的铝热剂燃烧弹药，
这些弹药普遍使用了新型含硼铝热剂纳米材料，极大提高了俄军燃烧弹药的热化学特性和点火特性。新型弹药的瞬间温度更高，燃烧效果更加恐怖，其瞬间燃烧的核心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左右，甚至可以在短短几秒时间内就烧穿几厘米厚度的装甲板。该武器在爆炸之后会产生大片火雨，将夜空照到宛如白昼。这种武器对城市建筑和人员的杀伤极大，而乌军则在撤退时选择炸毁高层建筑物，以防止被俄军利用。双方都在这场战役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对于俄军而言，巴赫穆特的军事意义并不大，即便是俄军现在将其拿下，也无法改变目前的整体不利战局，只能接着在下一个城市与乌军死磕。不同的是，在巴赫穆特之外乌军很难找到巴赫穆特这样的有利地形了。如果俄军能在5月9号之前拿下巴赫穆特，不仅能为胜利日当天增添色彩，前线士兵也能就此专心地转入防御状态，以待乌军接下来的大反攻。因此，对于俄罗斯而言，巴赫穆特的政治意义是要远大于它的战略意义。但如今胜利日已经过去，俄军再继续死磕这里就不太理智了。如果还继续在此地耗费资源去进攻，恐怕将影响到后续的战略防御。大家对于这次俄军72旅溃逃的事件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